远嫁多年的我想回娘家过年，儿子阻拦，丈夫谩骂，公公殴打。我目睹了公婆丈夫与小三亲亲热热，儿子对着小三喊妈妈。为了拿到我家的财产，丈夫带着小三将我推下山顶。重来一世，我连夜将这一家白眼狼打包送进局子，祝他们阖家欢乐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一觉醒来，我看见了熟悉的天花板，一股熟悉的香薰味道钻入鼻孔。我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坐了起来，太阳穴突突地跳，心脏也仿佛揣了一台柴油拖拉机，疯狂跳动。我环顾四周，室内静可闻针落，陈设还是和以前一样，实木的双人床，法式的梳妆台，衣帽间常年不灭的灯带，窗帘散发着茉莉清香，是我不久前新买的留香珠的味道。一切都没变，这是我和江浩住了10年的婚房。此刻这个场景在我眼里像是恐怖片中最后的宁静，诡异阴寒。我吓得汗毛倒竖，鸡皮疙瘩摩擦着衣料，所有的感官都被放大。我明明死了，怎么会在家里醒来？床头的手机震动打断了我的思绪，我双手颤抖，手机掉在了床上，屏幕里是妈妈发来的消息：玲玲宝贝生日快乐。我看了一眼日历，2024年1月9日，我居然重生了，重生在了被害的前1个月，上一世我的最后一个生日那天。前世江浩这个王八蛋为了我娘家的财产，将我骗到城郊最高的山上，趁我不注意将我推了下去。也许是我死前执念太重，上天竟然给了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回到生日这天。我拿紧手机回复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妈妈，随后走出卧室。此刻是上午8点半，儿子应该吃完早饭去上补习班，然而他现在站在厨房，手里拿着锅盖，看着空无一物的锅。见我出来，他将锅盖重重摔到地上，皱着眉看我，眼中都是厌恶和责备。你怎么才起来？我都没时间吃早饭去补习班了，你怎么这么懒？看着这个无理的小男孩，我觉得内心4刀割。这是我怀胎10月拼了命生下来的儿子，如今却在埋怨我，对我冷语相向。如果是上一世，我一定会道歉，并带他出去吃早饭。但想起死前看到他拉着小三的手喊妈妈，我心寒又恶心。那就不去了，你随便自己买点什么吃，我回去睡觉了。儿子愣在原地，不知所措。我没有理会他，转身回了房间。他就是乌龟吃煤炭，一个黑心小王八，爱学不学，爱吃不吃。我回到房间躺下，试图捋清重生这件事。我家境富裕，学习优异，考入了 Top 2的大学，在校园里认识了丈夫江浩。江浩的家庭条件差一些，但是人很上进，很优秀。读书的时候年年拿奖学金。为了尽早娶我，他选择就业，放弃了保研资格。毕业之后，他进入了大厂，很快就升了总监。后来又和朋友创业，短短几年，公司做得有模有样。可惜受疫情影响，他的公司经营不善，上个月宣告倒闭。这1个月来，他一直在试图重新创业。当初我被爱情迷昏了心智，也认为他很有潜力，才在毕业之后就和他结了婚，在家做全职太太。结婚的时候，我家里是反对的，父母觉得江家条件太差，怕我嫁过来吃亏。但我当时被爱情冲昏了头脑，放弃了出国读研这条路，毅然远嫁。结婚10年，我很少回娘家。这10年来，我尽心尽力伺候公婆教育儿子，只为了减少江浩的负担。
让她安心在事业上取得佳绩。我还不断从娘家拿钱补贴江浩的公司。我以为真心换真心，但我得到的却是公婆的挑剔，丈夫的变心，儿子的厌烦，重活一世。我悔恨因为恋爱脑耽误自己的锦绣前程，也后悔现在才看清这一家子的嘴脸。手机震动，是婆婆打来的电话。我拧眉看着来电显示，想要挂断的手顿了一下，划开了接听键。电话那头是婆婆粗壮如牛的声音，一接通就是铺天盖地的谩骂。此刻她和公公在老家，你是个死人吗？就不知道早点起来给我大孙子做早饭？我儿子每个月给你那么多钱，你就白拿钱不干活？你爹妈怎么教育你的？你怎么这么懒？你要是把我大孙子饿出个好歹来，我扒了你的皮！你还敢跟我大孙子甩脸子？谁给你的胆子敢这么做？赶紧去给他道歉！我们老江家的男人不能受委屈。婆婆扯着嗓子在电话里大呼小叫，震得我耳朵疼。显然儿子告了状。我把电话扔在一边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做足了心理建设，开始回骂：你们江家是开菜鸟驿站的吧？你一个大贱货，你儿子一个大贱货，你孙子是个小贱货，怎么全家都是贱货呀？你儿子一个月给我那仨瓜俩枣还不够请保姆的，你要眼馋，你来应聘保姆。人类进化的时候是不是没通知你啊？怎么净说这种大脑通大肠的话？你这么会算账，怎么不算算自己还有多少阳寿？天冷了，多盖点土吧，没事儿别瞎蹦跶。你们江家的男人都这么脆弱吗？那可得快躲起来，收垃圾的来了，别把你们全家都收走。如果有哪句话伤害到你们全家了，请告诉我，我再多说几遍。电话那端的婆婆要被气疯了，恨不得从手机里钻出来扯我的头发。从前我只会用孝顺二字绑架自己，逆来顺受听婆婆的教训。她没想到我会还嘴骂回去。她高亢的声音活像一头待宰的年猪，绝望又不甘。电话挂断，世界都安静了。骂完人，我心情舒畅，哼着小调打开电脑，开始工作。虽然毕业后没有进入职场，但这些年为了减轻江浩的经济负担，我一直在做兼职。我手上有一个100万粉丝的自媒体账号，平时发一些全职太太的日常，卖些商品赚钱。家里安静极了，不知道儿子此刻去了哪里，在干什么。不过这都和我无关了。以前他任性无理，伤心之余，我还可以原谅他，毕竟是我孕育出来的生命，在那10个月里，通过脐带和我相连。但从他叫别人妈妈那一刻起，我所有的付出都是笑话。他不值得我再爱他。遇到一家白眼狼，不要慌，先把自己的事业做好，才有能力和他们对抗。剪好视频之后，我收到了方冉发来的消息，他来这边出差，在金尔顿酒店看见了江浩和一个女人搂搂抱抱。上一世这个时候，江浩说自己要去外地出差几天，我不疑有他。也是这个时候，方冉发来消息告诉我这件事。事情还是按照上一世的轨迹发展。前世我收到消息，并没有相信方冉的话，反而觉得他在挑拨离间。现在再看这条消息，我觉得自己很蠢，也对他充满歉意。我感谢了方冉，表示要请他吃饭，他欣然同意。我们已经几年没见了，自从我嫁给江浩，就脱离了原有的社交圈。我的朋友和同学都在继续读书或者在职场里打拼，只有我早早嫁了人，整日囿于爱与厨房。为了不引起江浩注意，我打车去了酒店。进了酒店，我直奔前台，借口要给人送东西，想查到房间号。前台是个很年轻的小丫头，
一双大眼睛滴溜溜地转，看着就很机灵。我急匆匆地来，手里拎着的购物袋也不像是要送人的样子。他见我这样，借口要保护客户隐私，拒绝了我的请求。方冉安抚我，陪我坐在酒店1楼的餐厅等江浩下来。见到方冉之后，我就控制不住想哭。此刻彼此相对，前世的歉意和思念上涌。我湿了双眼，告诉你这件事前我还在担心，怕你觉得我是在挑拨离间。方冉安慰我，带着歉意，小心翼翼地窥探着我的情绪。我握住了他的手，连忙摇头。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，我怎么会怀疑你呢？我还要谢谢你告诉我这件事，省得我被蒙在鼓里。我在心里为上一世的自己道歉。我和方冉从小学起就是朋友，大学他学了外语，虽然不同校，但是离得也不远。我们俩经常一起玩，他陪伴了我人生的1/4时光。但前世就因为这件事，因为我的不信任，丢掉了这么好的朋友。在这种事上敢于直言不讳，很显然他是个靠得住的人。信任，我也信任这份友谊。对于当事人来说，有时候直抒肺腑好过缄口不言。方冉的眼中带着光，语气都比刚才要高兴很多，也没有了谨慎和揣摩。他看着我，明明是笑着的，我却觉得他很难过。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如果需要帮忙，尽管开口。方冉身上带着精英女性的气场，看起来干练又豪爽，还有少女一样的纯真和直率。两相对比，我身上只剩下家长里短带来的疲惫和长时间脱离社会的无助。明明儿时的我们一同约定要成为他这样的人，方冉看出了我的落寞。没关系的，一切都可以重来，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如果你打算离婚，我就帮你请最好的律师，让江浩净身出户。他一直都这么懂我，必须离婚。这么多年早就消磨掉了爱情，现在我只想摆脱他们一家。想起上一世自己的死，我对这一家子就充满了止不住的恨意。摆脱他们当然不够，我还要让他们遭报应。方冉觉察到了我的情绪，坐到我身侧，将我的头放在他的肩上。我等到了江浩出来，发现依偎在他怀里的女人是他之前的秘书，也是上一世把我推下山崖的那个女人。看清这两人，我死死地咬住后槽牙，克制自己冲过去左右开撕的冲动。上一世死前的不可思议和坠下山崖的疼又一次浮现，我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酒店大堂里，江浩和那个女人相拥在一起，他低着头说了什么，那女人窝在他怀里笑，江浩宠溺地摸着她的头。这样的场景很熟悉，从前我以为这份亲昵和温柔只属于我，如今明白了，不过是男人的谎言。我拿出手机给他打了电话。我和方冉坐在巨大的盆栽后，透过苏铁的叶子看见江浩拿出手机，面色微滞。怎么了，玲玲？他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温柔，字字句句之间都是爱意。女秘书很识趣地保持安静。电话里除了江浩的声音之外，只有大厅嘈杂的人声。你在哪？什么时候回来？儿子的期末成绩出来了。我的语气很平静，装作毫不知情。视线内，江浩低头捏了捏女秘书的脸蛋。我正要去拉投资，昨天妈给我打电话，说你没给儿子做早饭，是怎么回事？还说你把妈骂了一顿。我和妈说了，你一定不是故意的。这段时间你辛苦了，等我忙完回去多陪陪你。我忍住骂他的冲动，木着脸，捏着手机答应了下来。江浩在电话里又说了几句爱我的话，挂了电话，拥着女秘书出了酒店。
方然有意维护我微薄的体面，借口自己要忙工作，拒绝了我要他去家里坐坐的邀请。我告别他后回了家，一进家门就看见儿子躺在沙发上玩着江浩淘汰下来的旧手机。见到我回来，他急忙坐好，把手机塞到靠枕下，嗫如着想要解释。我从书房拿出一部全新的 iPhone 15 Pro Max 给他，让他继续玩，又点了一堆平时不让他吃的垃圾食品，堆到他面前。手机我早就买好了，原本是打算作为期末考试的奖励，鼓励他再接再厉，但现在我纵容他，随便玩随便吃。从前我管他，他对我大吼小叫，觉得我控制欲强，说别人的家长都不管这些，他喊那个小三妈妈，应该也是因为小三纵容他，他觉得这才是对他好。既然如此，我何苦费心力培养他？我也可以做个好妈妈。儿子高兴极了，不可思议地看着我，像一直被禁锢许久突然自由的小狼，还是一只小白眼狼。妈妈，你真好，我爱你。我没接话，转身进了书房。应付完这个小白眼狼，我也要为自己的人生重启做计划。今天方冉和我说了很多，重启人生首先要有自己的事业。虽然我做自媒体有些收入，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，收入也不稳定。打响离婚的第一枪，一定要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，这样才有争夺抚养权的优势。虽然我不打算要这个抚养权，但长时间不社交，自己明显与社会脱节了。我需要重新走入社会。海投了一晚上的简历，凭借我这个自媒体账号，有一家新成立的 MCN 给了我面试的机会。第二天，我早早起床收拾自己，儿子又一次站在厨房看着空荡荡的锅，懵了。我拎着包准备出门，他跑过来问我为什么又没做饭。我给你开了亲情付，你可以花爸爸卡里的钱。以前是妈妈太严格了，昨天妈妈反思了一下，决定不再这么管着你了。补习班你不爱去就不去，想玩手机就玩手机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给你绝对的自由，好不好？儿子很高兴，抱着我腻歪了一会儿，嘱咐我跟老师请假，之后就躺在沙发上摆弄手机。我听见那声 TIMI， 冷笑着出了门。小孩子嘛，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再多管一次我就是莎士比亚的侄子，真特玛莎比。冬日的天气一直都很冷，尤其是北方的冬天，空气干燥，呼吸间肺管里仿佛都是冰碴。我自小长在江南烟雨中，自从到了北方，每到季节交替的时候就有鼻炎，难受得很。这样的日子我竟过了10年。我顺利得到了工作，只是没想到老板是江浩从前的合伙人李觉飞。李觉飞和我是校友，大我2届，我们曾经见过几次，他还来家里做过客。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，说话慢吞吞的，只有在聊起工作的时候才会加快语速。我不清楚公司破产的具体细节，但他这么快就能重整旗鼓，显然很有能力和魄力。李觉飞自然认得我，惊讶之余，他一直在沉默，仿佛我们是陌生人。直到我走出公司大门，他才在我身侧开口：“学妹，江浩最近还好吗？”男人自带慵懒的声线，闲聊时说话速度很慢。江浩不止一次和我吐槽过他这个特点，话里话外都是嫌弃。破产后，2人似乎闹不愉快，理清好账目之后就分道扬镳了。我总觉得李觉飞不是简单关心那个王八蛋，他还好，这几天出差了。李觉飞点着头，发出一声沉闷的短笑。上一世江浩的公司破产之后，李觉飞便消失在了我的生活里。我只记得坠崖的前几天，
在江浩的谈话里听见了这个名字，语气很紧张，似乎李觉飞手里握着他一些见不得人的秘密，足以让他付出很严重的代价。李觉飞一路跟着我到停车场，我直觉他有什么事要和我说，停下脚步回头看他。李总是要出去吗？他一直低着头，差点撞在我身上。李觉飞推了一下眼镜，眉间拧出2道折痕，慢悠悠地说：“你们家现在经济情况不太好吗？”我做足了心理准备，以为他会说些什么骇人听闻的话，没想到他犹豫半天，只说了这个。我诧异地看着他，还可以，虽然不如以往富裕，但是日常开销是没问题的。李觉飞听完我的回答，眉头的褶皱更深了。公司倒闭之后，江浩没跟你说一些相关情况吗？李觉飞的犹豫刺激了我的大脑，一些事被串了起来。我只知道公司倒闭是因为资金链断裂，江浩也一直不愿意与我多说。李觉飞家里就是做投资的，公司的流动资金中也有一部分是我从娘家要来的，资金充足。半年前，江浩反常地谈了一个很冒险的项目，投资金额占据流动资金的3/4。当时他力排众议，坚持合作，断言会大赚一笔。那个状态根本不是他的一贯作风。从前他恨不得将合作方的8辈祖宗都翻出来看一看。这个大项目一直没见什么进展，合作方还跑路了。正好赶上之前的一个合作项目出了问题，资金周转不开。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，公司不可能倒闭。破产后的这1个月，江浩也没有表现出多么伤心颓废，反而积极出去找投资。我一直以为他内心强大，如今结合李觉飞的问题，我好像猜出了什么。我和李觉飞去了公司楼下的咖啡厅。刚落座我就开门见山，学长有什么想说的就说吧。虽然江浩一直在这些事上瞒着我，但我和他夫妻一体，我该有知情权。李觉飞见我态度坚定，情绪平稳，下了一口咖啡，开了口。直到我开着车回家，我都没有消化完这件事。李觉飞一直觉得公司倒闭有猫腻，于是用家里的人脉查了一下卷款跑路的合作方，才发现根本就是一个皮包公司。这个公司的注册人是江成福，也就是江浩的父亲，法人是个中年女人，姓梁。这笔资金流向似乎明确了，只是这个姓梁的女人从未出现在江浩的交友名单里。以往他会带我参加一些商业晚宴，要我给他撑场面，我也因此认识了不少富商和阔太，都没有姓梁的。李觉飞的态度很明确，他要追查这笔资金，必要时会让江浩负法律责任。起初他以为这是我们夫妻俩一起做的局，但今天看到我来面试找工作，对这些事一无所知，他便打消了对我的怀疑。他还担心会影响到我和江浩的夫妻感情，但对我来说，这正是瞌睡来了枕头。李觉飞就是我复仇的及时雨。回到家，我发现公婆从老家回来了，儿子正坐在餐厅吃着饭，手里还拿着手机看动画片。公公坐在茶厅喝茶，婆婆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。见我进屋，婆婆立刻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冲到我面前，指着我的鼻子开始骂。她个子很矮，又干瘦，一双三角眼恶狠狠地盯着我，薄薄的嘴唇一张一合，龅牙都露了出来。这几天回老家，她应该受到了亲戚的追捧，整个人比走之前还要容光焕发。我那顿骂还是骂轻了，让她这么滋润的来骂我，是我的无能。你出去这一大天干什么了？怎么不在家伺候我大孙子？一天天不着家，你到底知道不知道女人要检点，
婆婆粘珠般的声音随着喷出来的口水准时响起。中学课本说，声音的传播速度很快，也不知道这老太太天天都练点什么绝世武功。我眼看着空气中的口水先于声音到达我面前，我嫌弃地向后退了2步。你大孙子是小儿麻痹还是先天智力缺陷？快10岁的孩子了，还要我寸步不离跟着吗？我不在家就是不知道检点。那你天天在广场跟老头跳舞抛媚眼，是不是该进猪笼啊？公公本来在悠哉喝茶，听到我的话，立刻走了过来，拉住婆婆的脖领质问她：公公有暴力倾向。上一世过年前，我提出想回娘家过年，遭到了他的殴打。这些年，江浩装的人模狗样，但那天他一直在看着我挨打，没有阻拦。公公边打边说：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生是江家人，死是江家鬼。丈夫带着儿子在一旁附和、奚落、谩骂。也是在那个时候，我才知道公公的暴力倾向。只不过这些年需要我向娘家要钱，他伪装得很好。上一世我在医院躺了半个月，这期间公公来找我道歉，说是自己高血压，一时冲动。婆婆也来当和事佬，为了不让我离婚，带着儿子日日在我病床前哭。江浩那个狗东西自始至终没出面，说是出差，用脚后跟想都清楚。他不知道在哪个小3小4的床上。这一世我转移矛盾，金蝉脱壳，让公公针对婆婆。婆婆被拎着衣领，踮着脚站在地上，她有些发抖，转头看着我，眼睛里都是恨。恨吧，你越恨我越兴奋。婆婆的智商有点但不多，激动之下说出些什么惊天秘闻都是有可能的。老头子，你别信姓林的，他心眼子多，就会造谣。这么多年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你还不清楚吗？我怎么可能跟别的老头跳广场舞抛媚眼？婆婆卑微的讨好，脸上的褶皱堆叠在一起，好像早餐店卖的千层饼。在这张千层饼的横截面里，她还要挤出笑，难为她了。公公听完她的话，看着我，目光和上一世殴打我的时候一样，像毒蛇吐着信子，冰冷阴寒。今天我出门的时候，时壮的张大爷还问我妈：你什么时候回来？他说最近缺舞伴，想你得很。还有13壮的赵大爷，25壮的侯大爷。侯大爷还把上次你落在他那的纱巾洗好了，说下午送过来。没想到妈你异性缘还挺好，这么多大爷都喜欢和你跳舞。我的话刺激到了婆婆，她高吼着要我闭嘴，声嘶力竭。这下倒不像待宰的年猪了，是已经开始放血的。要么说人不能干坏事，老天爷都看不过去。我刚说完不到1分钟，门铃响了。监控内侯大爷拎着一个纸袋站在大门前，还不忘理理衣领，弄弄头发。我接通了可视电话，侯大爷还有些紧张，问了婆婆有没有回来，说自己来送丝巾，证据确凿。公公的一声暴吼掩盖了我回答侯大爷的声音，随后就是婆婆的哀嚎。我担心公公打不着，拉着婆婆的手不让她走，边拉边喊：别打了，是我不好，我不该说这些的。婆婆气急，挣脱了我的手，朝她大孙子跑过去。儿子担心自己受牵连，拿着零食和手机回了房间，丝毫没有要管这件事的意思。我坐在沙发上给江浩打了个电话，这么好看的场面，做儿子的一定要看看才对。婆婆被打进了医院，脑震荡，多处软组织挫伤，龅牙还掉了2颗。她躺在病床上咧着嘴呻吟，门牙处黑洞洞的。江浩赶到的时候，婆婆已经在病床上边哭边咒骂我了。
我坐在一边，像是个受气的小媳妇，一边哭一边给婆婆削甘蔗。婆婆越看越生气，一边哭一边对我破口大骂。她骂我，我就哭，越哭越大声。江浩看到的就是我跟他妈对着哭的场面。别哭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他的眼睛和公公很像，此刻都是烦躁和阴冷。婆婆刚要说话，就被我塞了一嘴甘蔗。我抢在她之前开了口：老公，都是我不好，我这几天心情不好，想出门散散心。妈知道了就埋怨我没管儿子。我一气之下把妈送侯大爷丝巾这件事说出来了。妈，这是无妄之灾呀，都怪我。我坐在椅子上垂泪哭泣，哭不动了就偷偷掐自己。我是个凶狠的女人，掐自己都下死手。婆婆气得差点背过气，可惜一只手打着针，另一只胳膊被拽脱臼了，不能动，只能看着我表演。江浩在面对他父母的纠纷时，一贯无条件站在公公那边，此刻也不去想我的话到底是不是真的，就开始埋怨他妈：你这么大岁数了，怎么这么不知检点，非得去跟别的老头来往？我爸这次打你都算轻的，你自己长点记性。婆婆把病床上的枕头都哭湿了，一双泪眼看着她的好儿子，哭得直抽抽。也不知道她听见骂我的话被她儿子骂在自己身上是什么感觉，反正我是挺爽的。江浩转身对我轻声细语，生怕那句话说中了，我又开始哭。玲玲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，等妈出院，我带你出去玩一玩。我笑着答应，眼里都是期待的光芒。我又削了一截甘蔗，在一边啃了起来，真甜。我请了护工在医院照看婆婆，和江浩回了家。他见儿子在家玩手机，桌子上堆满了零食外卖，很生气。玲玲，我不是说不让他玩手机吃外卖吗？这对孩子身体不好。你是不是最近太累了？看着他明明想发火强忍下来的样子，我都觉得很累。这么多年克制本性，在我身边演戏，也真是难为他了。儿子还是惧怕江浩的，此刻放下手机，站在我身边，低着头，畏首畏尾，全然没有了对我的趾高气昂。老公，你别生气，儿子期末考得还不错，我这是奖励他的，让他晚几天再学习。儿子连忙附和我的话，生怕我反悔改口。江浩也没多说什么，收拾了一下就去洗澡了。他的外套上有着浓厚的橘调香水味儿，我从来不用这个味道。以前他回来的时候，身上从来没有这个味道，应该是婆婆住院他回来的急，忘记了处理这些细节。他拿着衣服准备进浴室，见我拿着外套，神色慌张。今天有应酬，对方的秘书坐在我旁边，身上香水喷得浓，他一说谎就爱耸肩，这个细节自己都没意识到。我了然点头，保持着一如既往的笑，催他去洗澡。半月后，婆婆出院，这半个月我很少去看她，一直都在忙着找江浩出轨和他转移公司财产的证据。婆婆被公公打怕了，出院的时候一瘸一拐跟在他身后，像个小碎催，但是一见到我，他又颐指气使，恨不得把我撕碎。林露玲，你别在这装好人，等哪天我抓到你的把柄，看我不撕了你的皮。我没有理会婆婆的咒骂和威胁，将他们送到家之后，转身就走。这半个月，我找来的私家侦探拿到了很多江浩出轨的实际证据，我也从他的手机里调取了一些聊天记录。李觉飞一直在查那个姓梁的女法人，发现他的女儿是那个女秘书郑薇野。公司破产之后，郑薇也就再也没上过班，还在市郊买了一幢大别墅和一辆玛莎拉蒂
MC20，江浩转移的那些资金去向，现在彻底清楚了。今天晚上江浩回家，既然人都凑齐了，我的计划就要开始了。晚上到家时，江浩已经在家，他穿着前不久我给他买的深灰色的家居服，翘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，听着婆婆念叨这半个月我是如何不孝。婆婆将我经常早出晚归，不管孩子，忤逆他，这些都告诉了他，饶是他伪装的有多好。如今也忍不住生气，他见我回来，冷声呵斥住我回卧室的动作，一声声质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。我懒得细说，应付了一句没心情。江浩此时还在表演，努力维持他完美丈夫的角色，一步步引导我道歉，做出保证。和过去10年的每一次争吵一样，都是我和他妈妈的矛盾不可调和，他出面迫我认错道歉。这次我不可能让他如愿。我环顾了下客厅，发现公公不在。今年过年我要回娘家过，我已经4、5年没回去了。话音刚落，公公从卧室里冲了出来，像被点燃的炮仗，他好像要在我面前爆炸。不行，我今年没时间。江浩想也没想就拒绝了，看起来很紧张，和前世一样。江家对我回娘家这件事很敏感。我冷笑，没说带你回去，我自己回娘家。不可能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你就是我老江家的人了，你就是死也得死在老江家。这段时间你天天不着家，我看你是被外面哪个野男人勾了魂儿，这么想回娘家，我看你是要出去跟人乱搞吧。公公此刻毫无理智，红着眼，额角抱着青筋，伸手就要打我。这老东西这么应激，是不是年轻的时候经历过啥？我趁他不注意，把儿子扔进卧室，将房门锁上，躲过了他的殴打。见我躲了过去，他更加疯狂，抡起一旁的椅子就要扔我。我一个闪身躲到婆婆身后，椅子不偏不倚砸在了他的身上。老东西用了十足的力气，怕不是要杀人。婆婆疼得在地上直打滚。我见江浩无动于衷，继续说道：我就算是真跟外面的男人勾搭到一起去，你们也没任何资格说我。现在住的房是我家买的，江浩开公司的启动资金是我家给的，这么多年我给他拿了多少钱，你们心里应该有数。我家没让他当上门女婿，已经是给他面子了。吃这么多年软饭，真当是自己有能力呀。江浩这个人最爱面子，一直都不肯承认他有今天的成就，一多半来自我娘家的支持，在外面也从不让我说。如今我戳到他的痛处，他肯定会丧失理智暴怒。我太了解他了。此时他就抓住我的衣领，要把我往墙上撞。这些年我一直保持健身的习惯，跟着私教学了几年的自由搏击。上一世出于孝道，我不敢还手，现在谁也奈何不了我了。我轻松躲了过去，一脚反踹在他的心口，将他踹一趔趄。他懵了，没想到我会还手，也没想到我有这么干净利落的腿法。抓住这个机会，我拿起摔在地上的椅子，毫无章法地朝江浩和他爸爸打去。这个时候门铃响了，警察来了。李觉飞去派出所把我捞了出来，警是婆婆报的。她告诉警察我殴打老人，家暴丈夫，叫嚣着要我进监狱。可惜棋差一招，任凭他如何胡搅蛮缠，我都不可能进监狱。我将客厅的监控录像交给了警察，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。最后警察定性为家庭纠纷，口头教育了我们几句。江浩以为我和李觉飞勾搭到了一起，见到他时，江浩疼得站了起来，面目狰狞，如吃人骨血的鬼魅。李觉飞躲了过去，慢悠悠地让他冷静。
事情处理完之后，江家扬言要离婚，要我身败名裂。我不以为意，转身跟着李觉飞走了。幸亏这半个月，我一点点将自己的行李转移出来，暂时放在了他闲置的公寓里。计划的第一步成功。他走后，我坐在落地窗前看着夜景，脑子里一直在过着前世今生的一些细节。对于我要回娘家过年这件事，江家连着2世都很敏感，千方百计阻挠我，甚至不惜动手。肯定是我对他们来说有好处。除了半年前我父母立的遗嘱，要将所有财产留给我之外，我一无所有。也正好是半年前，江浩的皮包公司出现，拿了一份策划书来谈合作。我依稀记得半年前他拿回来一份保险，保额很大，说是给儿子的，受益人却填了婆婆。当时我没有在意，想着本身也是一家人，填谁都无所谓。如今看来，那份保险对象不是儿子，而是我。至于联手将我推下山崖，无非是想要骗保，再吃绝户，逼迫我父母修改遗嘱罢了。江家个个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，披着人皮的野兽。1周之后，我火了。几个流量很大的营销号突然集体发声，爆料我婚内出轨、殴打老人、家暴丈夫。婆婆带着儿子在镜头前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，控诉着我。江浩独自坐在一旁沉默，得益于我的100万粉丝账号。这件事很快就引起了舆论，正义的网友扒出了我现在的住址和公司，也扒出了李觉飞。我被人堵在公寓里无法出来，李觉飞的公司门口也被人摆上花圈。这件事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很多人的正常生活。方冉看到了营销号发的视频，气得不行，嚷嚷着一定要我离婚，一边埋怨我不找他帮忙，一边带着帝都顶尖的律师飞过来要帮我打官司。我一直没做回应，网友以为自己吃到了真瓜，整个互联网都在庆贺他们随意播撒的正义。人们常说正义永远不会缺席，但每一场网民的盲目狂欢恰恰就是正义的缺位。群众朴素的正义被人利用，那就是砍向别人脖子上的镰刀。视角的狭隘和人性的自得引发的颅内高潮，往往会让他们停止寻找真相。他们不断告诉自己，也告诉别人，看，这就是真相，我就是先知。就在舆论达到顶峰的时候，我约见了江浩一家，他们仨坐在我对面，脸上尽是得意。婆婆的脸又变成了千层饼的横截面，咧着还漏风的嘴，嘲讽着我：“你这小贱人，终于怕了吧？只要你跪下来道歉，我们还能考虑你继续留在江家。”江浩阴沉地盯着我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温情与爱意。此刻，他更像是藏在阴暗处饥饿的毒蛇，伺机而动，咬准我的动脉。我没有理会婆婆的叫嚣，在我眼里，她就是垃圾，除了会嗷嗷叫之外，什么也不懂。我平静地拿出了这段时间江浩出轨的证据，包括但不限于照片、聊天记录、开房记录、银行卡流水，一件事一件事和他对证。此刻轮到江浩惊慌了，他扣住我没来得及撤回的手，死死地按在那些证据上，问我到底想干什么。看着他紧张的样子，我掰开了他的爪子。结婚10年，你出轨4年，如今你还问我到底要干什么？从一开始就是你们江家对不起我，你们住我的房子，花着我的钱，心安理得地剥削我，如今还拿着我的钱养小三，还好意思污蔑我出轨家暴。我今天来就是摊牌的，等着法院的传票吧。说完，我将证据摔在他脸上，转身就走了。出了门，我关掉了直播，因为我一直保持沉默，
一开播，网友都闻风而来，想发泄正义。没想到看到了事件的原委，才知道自己被耍了。公司又在我的账号上发布了公公动手打人的监控、婆婆的诊断单、江浩动手以及我还手的视频，还有派出所的处理结果。李觉飞也第一时间澄清了我们俩的关系，表示要起诉造谣的人。舆论终于迎来了反转，无数的网友和我道歉，他们像勤劳但没有头绪的蜜蜂一样，开始对付江家。我又给江家放出消息，我父母的财产要在近期转移给我。事情还没结束，江浩不是那种坐以待毙的人。我让律师起诉离婚，李觉飞也找律师起诉江浩造谣诽谤。此刻他一定过得煎熬。法院传票下发之后，生活平静的诡异。方然请了年假陪我待了几天，又飞回去工作。所有的事情看似结束了，但我和李觉飞都很清楚，暴风雨即将来了。开庭的前一天，婆婆带着儿子找到了我。我到了约定的地点，是城郊公园深处一座荒凉的凉亭。上一世，我就是在这座山的山顶被人推了下去。这里人烟稀少，很少会有人到这边散步。我越走越觉得心里发慌，就像看恐怖片时高能片段前的不安一样。到了凉亭，婆婆带着儿子跪了下来，看着声泪俱下，看在多年夫妻的情分上，玲玲啊，这个婚不要离好不好？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。单亲家庭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啊！儿子此时戏精上身，在一旁哭得撕心裂肺，拽着我的大衣不要我走。可是他能帮着别人给自己亲妈做伪证，我对他还有什么感情呢？你觉得现在这个情况，这孩子就能好了？我打断了那个老婆子的哀嚎，干打雷不下雨，到现在我都没看见一滴眼泪。婆婆止住了年猪一样的哭嚎，见我不上钩，又换了个话题。那你去求求李觉飞，不要起诉浩浩。如果浩浩有了案底，这耽误孩子的前程啊！你怕江浩有案底，就不怕我进派出所耽误孩子？就按你们这么教，这孩子还有前途可言吗？婆婆听完我的话，并不生气，一反常态地继续求我。我心中的不安越来越重。突然，我被套上了麻袋绑了起来，我奋力挣扎，徒劳无功。婆婆催促着绑架我的人动作快点。我被扛了起来，在爬山路。起初我还在挣扎，后来没了力气，认命地跟着往山上去。大概爬了半个小时，我被放在了地上，长时间大头朝下，让我忍不住眩晕干呕。我趴在地上吐了半天，头上的麻袋被拿下，视线内出现了几个人影。不出我所料，王八蛋一家连带着郑薇也都到了。江浩走上来扇了我一巴掌，好像不解恨，又踹了我一脚，那一脚正中心口，疼得我躺在地上几乎窒息。你他妈敢阴老子开直播，就他妈你会玩互联网是吧？江浩又踹了我几脚。这段时间的平静不过是逼疯江浩的过程，他不出手可不代表李觉飞会闲着。江浩的好几单生意都被李觉飞搅黄了，同时李觉飞还拿着充足的证据起诉江浩挪用公产。他买给郑薇野的车和房都被我以夫妻共同财产为理由追回，如今他更像是丧家之犬，被自己逼向绝路。江浩绑架谋杀可是犯法，我竭力喊着，试图给自己挣一条活路。郑薇也上前挽住他的胳膊，笑着对我说，只要我们准备充分，你就是失足坠崖，你父母的遗产还有那些宝金都是我们的了。你追回我的一切，让我一无所有，我怎么可能让你这么潇洒地活着？一切都和我的猜测一样，
上一世他们也是这样打算，伪造出我意外落崖的假象。只不过这一世一味内我和李觉飞的步步紧追，他们提前了行动。公公催他们快点动手，我被挂在了悬崖上，只要他们将绳子解开，我必死无疑。山风顺着衣领钻入我的身体，吹得我瑟瑟发抖。我一向有些恐高，哪怕重来一世，我还是精神紧绷，吓得恨不得自己跳下去。绳子一点点松动，我闭上了眼，警笛声响彻山坡。就在我以为自己要掉下去的时候，李觉飞把我拉了上来。除夕之前，法院开庭，江浩因为诽谤罪、挪用公款罪、绑架罪、谋杀未遂，数罪并罚，不死也很难出来了。其余的人因为是从犯，根据情节严重情况，也都判了刑。儿子被我转学去了很远的寄宿学校，非必要我不想再看见他。我顺利离婚，拿到了全部的财产。这一世我终于可以回家过年了。临走前，我把房产车产交给李觉飞，让他帮我处理。他去机场送我。年后回来上班吗？他慢悠悠地问。一起经历了这么多，此时我很适应他的语速，觉得好玩的同时还有些可爱。辞职报告我已经上交了，也没什么工作需要对接，以后我就在老家发展了。李觉飞说了声可惜。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吗？我看着车窗外川流不息的车队，深吸了一口气。此刻我仿若新生，想出国读书，继续学业。这么多年因为恋爱脑耽误了太多，想一点点补回来。李觉飞点着头，车内陷入沉默。良久，车开入了机场的停车场。就在我要下车时，他开了口。我第一次见你是开学典礼，你是新生代表，站在台上发言。那时我觉得你惊为天人，一定会在自己的领域有所成就，人类又会多一个女性在学术界发光。我停住动作，随着他的话，回想起了大学时光，那是无忧无虑且充满理想的时候。我站在梦想的入口，后来知道你毕业就结婚，我还为你惋惜了一阵子。不过我想，也许这对你来说是一件幸福的事，也就释然了。再见你就是我跟江浩合作的时候，那时候你明明是笑的，但是我看不出幸福和快乐。那时的你更像是一台机器，程序化地扮演着角色。你是任何人，唯独不是你自己。直观一点来说，开学典礼上的你身上带着光，但那时那道光没有了。李觉飞顿了顿，看着我的脸，继续说：好在现在你获得新生，恭喜你学妹，希望你在自己的领域深耕，成为顶尖的优秀女性。她看着我，眼中都是欣赏，是不带任何情欲的，单纯的欣赏，像是兄长对待妹妹，亦或是年长者看着优秀的后辈。9月，我踏进了世界顶级学府的大门。儿子去了私立学校之后，总是和人打架，老师找了我好多次。后来他自己偷着从学校跑了，再也没了消息。我报了警，至今一无所获。伦敦总爱下雨，在繁忙的学业之余，我经常看着窗外的雨，想着李觉飞的话，纵使走错了路，我也不缺再来的勇气。我又回到了梦想的入口。我是凌霄花，是木棉，是从淤泥中抽出花茎的玫瑰，是千千万万个曾经失去的自己。全剧完。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乔迁新居之际，小姑子突然板着脸，将我只有3岁的女儿从餐椅里扔到了地上。小孩也能上桌吃饭了，我家可没有这规矩。我望着一脸认同的婆婆，行，你们一家合起伙欺负我和女儿是吧？我养的亿万产值的鸡场，谁也别想分一杯羹。大清早，暖暖还沉浸在睡梦中，
我跟许哲就已经收拾完毕，直奔菜市场，开始挑选起今天用的菜和肉。本来我不想起这么早的，可许哲前一晚讨好似的跟我说：“小爱，明天不是说好了请我妈他们来吃饭吗？咱们搬了新家，也算是个主家了。你是村里的，不知道这些讲究。在我们这儿，主家是要提早好几个小时就起来准备当日吃的饭菜的，所以我们明天早点去买菜做饭，行吗？”他讨好的给我捶肩揉腿，我也只能压下心头的不快。第二天一早6点就从被子里爬起来，跟他一起去楼下菜市场买菜。说起来，我们尽管已经结婚4年了，就连孩子都3岁了，但除了刚结婚那会儿我见过他家亲戚，后来因为关系一般，也就都没再见了。突然要见婆婆和小姑子，我还有点抵触，人都是将心比心的。小姑子因为我的家世看不起我，我又怎么能跟她毫无芥蒂地处成姐妹呢？我跟许哲是大学同学，他比我大1年，虽然不是同届同专业的同学，但因为先后在社团招新时都选择加入了学生会，一来二去，在社团活动里也就熟络了起来。他是本地的，而我是从村里考进来的。我在学校操场公然接受他表白的那天，我们学校的表白墙炸了，除了满屏的祝福和羡慕，还有来自单身狗们和 Steven 们的羡慕。我是什么很贱的小女孩吗？非给我看这个？别拦我，我要变身八爪鱼，狠狠把他们扇飞。好想把他俩扇成苏菲超薄弹力贴身，因为称不上门当户对。起初我还怕以后会产生隔阂，但后来发现他会无条件地顺着我，关心我，也就把心放在了肚子里。就这样，爱情长跑持续了好几年。毕业没多久，我们就走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。为了嫁给他，我几次跑回家，千方百计说服了父母，软硬兼施，各种方法都用过了。在他们最终被逼无奈允许我远嫁后，我俩偷偷去领了证，终于突破重重障碍，成功在一起了。订婚前夕，我才第一次见到我未来的婆婆和小姑子。许哲是单亲家庭，家里只有一个妈妈和妹妹，但好在他父亲死后留下的赔偿款殷实，供他们2个上学、成家、立业也完全没问题。大概是秉持女孩富养的观念吧，他妹妹从我进来开始，看到我的第一眼就鼻子不是鼻子，眼不是眼的，可以称得上横眉冷对千夫指了。后来更是在聊天里知道我家是养鸡的后，露出一脸夸张鄙夷的表情，甚至在我上厕所时跟婆婆议论我，口不择言的暗地里称我为那个鸡妹。洗完手回来，刚好听到的，我内心暗暗翻了个白眼。我才不告诉他我家是养鸡的不假，但我却从来不知道穷字怎么写，也不是我高攀了他家儿子。那顿饭吃得并不愉快，虽然婆婆对我一脸笑容，但眼里的嘲讽和她女儿如出一辙。想来也是，如果不是实在拗不过我们已经领证的事实，她也一定不会同意我们在一起的。就这样，我们勉强结婚了。为了避免难缠的2人，我们婚后当然没跟婆婆和小姑子住在一起，起初只是租房，后来她工作晋升涨了工资，而我也干了些副业，再加上好容易批下来的银行贷款，仅用了几年，我们就买了套2室1厅的屋子，还是有电梯的高层。虽然是老小区，但总算有了自己的家。我妈撒着房产证上自己的名字，心里怪怪的。提起买房，那就更又有话说了。我是图感情才嫁给他的，压根儿也没指望他自带房车娶我。
可婆婆在我俩租房期间，却突然提出做主要给我们买套房，当成我们的婚房。我心下一喜，当即请假跟许哲回去看房。一路上，我畅想着房子的样子，听说是5室的大平层，周边环境也都不错，基础设施也还算完善。哪怕跟婆婆和小姑子一起住，我也认了。进入样板房的一瞬间，我就懵了。这房子虽然有5个卧室，但分布和格局却存在巨大差异。最大的主卧足足有普通屋子的客厅那么大，可最小的卧室却仅能放得下一张儿童床。我和许哲也是要出钱的，这房间质量参差不齐的，该怎么分？还没等我开口，婆婆和小姑子就趾高气昂地做起了主。最大的主卧是小姑子的，大主卧旁的大儿童房也是小姑子的，说是将来给她孩子用。次卧是婆婆的，她说自己从没住过小屋子，怕小屋子睡不习惯。第3才轮到我们2口子，说是次卧，其实就是个客房，连最基本的床、梳妆台、大衣柜都放不下。最小的主卧，我看着像书房，是我们孩子的儿童房。我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，好吗？打着给我买婚房的名头，给自己重新置办了套房子。盛怒之下，我连招呼都没打，当下扭头就走。小姑子嫌我不懂事，在外面驳了他妈的面子，冲着我的背影阴阳怪气地羞辱我。我也就当他疯狗乱咬人，不买房可以，我也从来没有要求过。可借着买房的名头恶心，我就大可不必吧。那次不欢而散后，他家就再也没提过买房的事儿，而我也再没指望过。我们后来也没再见过。可没过多久，我怀孕了，马上面临的是结婚生子，孩子上学，总不能一辈子租房住吧。经过深思熟虑后，我们去申请了银行贷款，开启了慢慢还贷路，月供5000，50年也勉强能还得起。这不，嫁给他的第4年上，带着我们3岁的女儿许暖，我们终于搬进了新家。要不是许哲说搬家得请人吃暖屋饭，我才不想见那2个灾星。只要见到他们，准没好事儿。从市场上溜达了一圈，出来时已经是4手满满了。许哲怕我累着，主动提了好多东西。他一边跟在我旁边，一边小心翼翼道：“老婆，今天就辛苦你下厨了，你做的好吃又好看，拿得出手，我们也都喜欢吃。熬过今天，未来半年的家务我全包了，求求你了。”我勉强答应了。等回家后已经不早了，开门的瞬间，暖也听到了声音，大声叫着爸爸妈妈就往过冲。我俩赶紧洗手哄孩子，七手八脚的给他穿衣服梳洗。不到9点，我就开始备菜洗菜了，再把需要用的东西和调味品都摆出来，到时候直接开炒就可以了。为了让我安心做饭，许哲主动承担了伺候暖陪他玩的义务，一大一小在客厅地垫上坐着爬着，好不悠哉。我一边敲了敲因为生孩子而有所损伤的腰椎，一边独自忙碌。菜又多又麻烦，荤的、素的、海鲜、煲汤、硬菜应有尽有。我一个人又没有3头6臂，等忙完也就快12点了。等，快12点了，我心里一股无名火猛地升起。这2个人确实是回亲人家，但既然已经分家了，那也称得上是去别人家做客吧。连做人最基本的礼貌都不懂吗？还真赶饭点来，就准备做好洗手吃饭了。我面色不好地推开玻璃门，给你妹打电话问问怎么回事，都12点了还不来，顶着嘴来就想直接吃呢。许哲抬头看了下表，
赶紧慌乱地找手机。妈呀，都12点了！老婆大人说的对，这也太不像话了。听着他站在阳台上，跟手机对面啊呀的声音，想来也知道他们一定拿什么理由搪塞过去自己的迟到了。许哲蹭蹭蹭跑到厨房，面露可怜地道：“辛苦你了，老婆。”我妹说今天周末路上堵车，他们卡路上了，而且还顺路去接了几个亲戚，就慢了点。从他家过来最多半个小时的路程，我看不是迟到，是压根就没准备早点来吧。我捏着青椒的手一下抠了进去，又来人，怎么不提前说？去！他嘿嘿一笑凑上来，是我舅舅舅妈之类的，你放心。我妈和我妹一人开一个车，算上乱七八糟来的也就7、8个人，人多热闹嘛。乖乖，我妈也是好意，她想让咱们以后的生活红红火火，添个好彩头，不要生气啦。我叹了口气，反正1个人也是吃，5个人也是吃，只不过多加2副碗筷的事儿。但小姑子和婆婆这种先斩后奏的行为让我非常不爽。我埋头苦做，先把几个凉菜调出来，热菜要等来人了再开始炒，否则凉了就不好吃了。许哲见我不生气，又屁颠屁颠的回去陪暖暖搭积木了。这么一等，就等到了1点。我刚准备发飙，门外传来指纹验证失败的声音。许哲赶紧过去开门，我也又钻进了厨房，开始烧油炒菜。小姑子人味道生先到了，一进门就开始批判我们房子这不好那不好，客厅没他家的大，水晶灯没他家的豪横，地上铺着的软垫不好打扫，还不如高级点，直接铺地毯。她在那儿侃侃而谈。婆婆则招呼着一大帮子亲戚进门。我家的一次性拖鞋和来客拖鞋不够，他们问都不问，直接脱了鞋踩在暖暖玩的地垫上，散发着恶臭的脚跟。暖暖的小脸平齐，把孩子熏得都坐起来了。我瞥了一眼，差点给我气得小脑萎缩了。我从厨房找出来一次性鞋套，赶紧递出去。大家把鞋穿上，再套上这个吧。孩子小，还在地垫上玩呢。我话还没说完，手里的东西就被为首的胖女人抢了过去，阴阳怪气地看着我，嘲讽道：“哟，这是许哲媳妇吧？我们早听琳琳说了，果然是个顾家过日子的，规矩就是多。我们刚来就怕弄脏地垫，真是勤俭持家。”我一听，再看到小姑子幸灾乐祸的眼神，这下算是明白了。我们好心叫人家来吃暖房饭，人家是叫亲戚助威，来给我下马威的。我攥着拳头，二话没说就又钻进厨房炒菜了。许哲带些责怪的声音传来：“舅妈，你看你说的这是啥话？你们来这儿就是回自己家呢，回自己家还能不换鞋？再说，暖暖确实每天趴在地上玩，万一有细菌生病了，遭殃的还是我们不是？”外面又传来嬉闹的声音，刚才剑拔弩张的氛围突然消失。我突然觉得，我像个伺候他们一家的保姆，而他们才是一家人。许哲早就将餐厅收拾了出来，我开始鱼贯地往外放菜。刚钻进厨房炒菜的时候，小姑子许琳就挤了进来，满脸鄙夷地打量着这片空间。不是我说呀，嫂子，你这家也太小了，看看哪儿都有问题，还不如当时听我的买下那个大平层，现在也不用这么麻烦了。我一边忍着腰疼颠勺，一边道：“不麻烦，总归是自己家。我们住的主卧和暖暖的儿童房虽然不大，但也不小，绰绰有余。”许琳听出来了我的嘲讽，脸色一变：“是吗？那你就好好住着吧。”说着，她问都没问，径直走向冰箱，
把我妈前2天寄过来的红山果掏了一把出来，擦了擦就塞进了嘴里。她走出去的时候，婆婆大声道：“琳琳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帮完你嫂子的忙了？”许林把鞋一脱，就上了沙发，光脚踩在地垫上，敲着二郎腿。嫂子说了，不用我帮忙。我翻了个白眼，当时气不打一处来。她确实不用来帮忙，否则我很难保证不会把刀子捅进她那张破嘴里。我做饭的1个小时里，谁也没进来看看我，问问我需不需要帮忙。尽管这样，许哲还在一次次地催我，说大家都饿了，什么时候能开饭？还真当我是保姆了。自己饿了，为什么不早点来帮忙？早干嘛去了？在家躺着睡大觉的时候就不饿呀，一来我家就饿了。怎么一个个都是饿死鬼转世的呀？一连串的吐槽和心头的愤恨相给我加了 buff。 我压下心头的愤怒，加快了炒菜的速度。没一会儿，10来个菜就都做完了，乌泱泱摆了一桌子，菜还没上齐，几个人就都坐在了桌边。暖暖见刚才还陪自己玩的大人们眨眼间就消失了，转移到了桌边，自己也不甘心，吵着闹着要许哲把他抱过去。许哲没办法，将暖暖专用的儿童餐椅抬了过去，把孩子放进去，转头进厨房喊正在收拾残余的我出去吃饭了。彼时的我正忙着用钢丝球沾洗洁精，奋力擦抹溅在白色瓷砖上的油污。本来房子不大，就被人家诟病，万一被人家看到了脏污，还不知道背地里要怎么编排我呢。许哲探进头：“老婆吃饭吧，你忙了一上午了，吃完饭再收拾吧。”我翻了个白眼：“吃完饭收拾，说得好听，等吃完饭了还不都是我的活？还不如现在多收拾点，一会儿少忙会儿呢。”许哲看我脾气不太好，进来安抚我。我俩没说几句话，外面突然传来暖暖嚎啕大哭的声音，她嗷一嗓子，吓得我手里的盘子咚的一声在地上裂开了花。我推开面前的许哲，拔腿就跑。我冲出去，就看到暖暖从餐椅上摔了下来，歪倒在冰凉的大理石地板上，脸哭得都发红发紫了。餐椅很高，还有挡板，暖暖无论如何也挣扎不下来，那肯定是有人伸进手去将她抱出来的。一桌人跟看不到似的，自顾自地夹菜吃饭，有说有笑。我冲过去抱起暖暖，直接将目光射向了婆婆。婆婆一边动手将黄豆扔进嘴里，一边漫不经心道：“孩子不懂事上桌了，琳琳给他扔下去了。”扔下去！我愣住了，我的孩子像个阿猫阿狗一样，在自己家被人随意从自己的餐椅上扔下来了。我难以置信地瞪着婆婆：“你说什么？为什么？”许玲咳嗽了一声，板着脸道：“嫂子，你说为什么？不是我说，你们也太惯暖暖了吧？小孩也能上桌吃饭了，我们许家可没有这规矩。你们溺爱这孩子，我可不。你们舍不得管，我这个做姑姑的替你们管。废话，你可不是不溺爱，你都恨不得给我们娘俩扔出去。”暖暖感受到了敌意，呼的声音更大了，小脸憋得紫红，差点喘不上气。许林鄙夷地看着他，小小年纪气性就这么大，以后还不知道要怎么样呢。我气坏了，真有意思，你们许家是什么规矩？你们是什么身份？皇亲国戚还是大院子弟？这么讲究礼数的话，你辈分最小，你怎么不滚下去？别忘了，你待的可是我家。一群大人去别人家做客，好意思一点才到，也好意思一上来就坐桌子边咧开嘴等着吃饭。一个3岁的孩子咋就不能上桌了？你这样对孩子，不但把孩子吓着，也是在打我的脸。吃我家的，喝我家的，还上门来欺负人。
我没见过。许林脸都气绿了，筷子啪的一声摔在了桌子上，指着鼻子骂我：“你有病吧，金小爱！我看在我哥的面子上才来的好不好？别说你请我来了，你就算跪下求我，我都不带看你一眼的。我是把他扔下去又怎么样了？妈是养鸡的，女儿能好到哪儿去？都说女孩像爸，这孩子偏偏跟你长得一模一样。说实话，是不是我哥的种还不一定呢。”他在一旁疯狂叫嚣，戳着我鼻尖的手差点指到我脸上去。许哲想拉我，被我闪过了；想拉小姑子，也被他躲过去了。他在一旁战战兢兢，像个窝囊废一样，半个屁都不敢放。我顺势把孩子递给他，他茫然地接过孩子。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绕到小姑子面前，狠狠地甩了他个耳光。听好了，许林，有意见就他妈给我滚蛋！一个20多岁的姑娘不找工作，天天在家啃老，啃你哥，你还好意思舔着脸评价我？你平时看不惯我就算了，现在还欺负到我女儿头上了。你今天看好了，我到底是不是个软柿子？许林被这一巴掌弄懵了，不只是许林，所有人都懵了，大家都愣愣地看着我。婆婆先反应过来，赶紧站起来，摸向了许林通红的脸。我这一巴掌用了10×10的力，把他打得眼冒金星。等许林反应过来时，通红着眼就想冲过来。金小爱，你敢打我？我大学的时候选修过跆拳道，虽然学艺不精，也一直没派上用场，但最基本的躲避还是会的。一个闪身，我就躲开了他的冲击，接着又攥紧了他挥过来的手腕。我打你怎么了？你妈不教训你，我替他教训教训你。我拽着他的胳膊往后一拖，他被迫倒退了好几步，心有余悸地看着我。婆婆脸色骤变：“金小爱，你是当嫂子的，这有点过分了吧？琳琳再怎么说也是你妹妹，打人不打脸，你怎么能扇她耳光呢？再说暖暖这不是没事吗？她也是好心教你女儿规矩，你真是太不懂事了。还有你。”婆婆转向许哲：“你老婆这样对你妹，你一句话都不说，抱着孩子站在旁边看戏啊？”他家其他亲戚一副想拦又不敢拦的样子，一个个坐在餐桌边好好看戏，不忘往嘴里塞饭，时不时还帮着他们讥讽我：“你这姑娘小小年纪脾气怎么这么大？”我气笑了，我是当嫂子的没错，可她有当妹妹、当姑姑的样子吗？现在我算是知道许林像谁了。原来你家从根上就是烂的，许林，你不摆正自己的位置，自取其辱，再有下次，我照样往你脸上扇，你看我敢不敢？大概是我眼里的狠厉吓到了许林，他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，指着许哲：“打！你要是我哥，你就动手打死他。”许哲动也没动，我斜睨了他一眼，那窝囊的样子不仅我看了生气，估计许林看着也忍不住来气。我索性从他怀里抢过暖暖，给他穿了个外套，就抱着往外走。穿了外套，我拿起手机，背着包就准备出门。临走时，看着他们还围坐在桌前，试图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。我心一横，反正都这个局面了，吃还吃。路过餐桌的时候，当场就掀了基本上没怎么动过的菜洋洒洒摔了一地，盘子、筷子、碗更是碎得到处都是。亲戚们啊的声音差点掀翻了屋顶。婆婆也怒了：“你到底想干嘛？这日子没法过了。”我狠狠地盯着他们一家人。没错，老子确实不过了，谁爱过谁过，这婚谁不离谁孙子。在大家咒骂我的声音中，我抱着孩子就跑了出去。随后
我掏出手机就买了最近一班的车票，虽然得坐6个小时高铁才能到站，好在暖暖哭累了，上车没多久就睡着了，手机嗡嗡震动个不停。坐我旁边的大姐看我忙得一个头两个大，忍不住开口：“妹子，你先去接电话，孩子放这儿，我给你看着。”我感激地看了她一眼，小声道了半天谢才把孩子放下，给他掖了掖衣角，拐进车厢前头的厕所接电话去了。红色的未接来电里，许林打了2个，婆婆打了1个，许哲打了几十个。我正犹豫要不要回拨的时候，许哲又打来了电话，一接通，他就迫不及待开口：“你带着暖暖去哪了？家里乱七八糟的，现在赶紧回来，我们一块收拾。”小爱，许林真的道歉了，他也没把孩子直接扔下去。暖暖哭只是被吓到了，孩子爱哭不是天性吗？你这么闹，你们妯娌间以后还怎么相处？我冷笑：相处？我为什么要跟他相处？你妹扔我孩子的时候，就该先想想我们以后怎么相处。我就算是个软柿子，也不能让他这样揉捏吧。许哲叹了口气：我已经说过他了，你还想怎么做？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你捅死他？你太激动了，这么冲动没好处的。我压低声音：你不用多说了，反正我没错，是他不敬在先，我是他嫂子，暖暖是他侄女，他是客人，连自己的位置都没摆正，还好意思在我家撒泼？许哲，你老婆孩子都被欺负成这样了，你还胳膊肘向外拐，陪你一辈子的是我，不是他们。虽然体谅许哲家在我们4个女人之间也很茫然，但想到他当时的无动于衷，我还是气不打一处来。许哲刚准备说话，车到车站突然开始说话了。我虽然躲在厕所里，但也能听到那报站声。他声音冷了下去：金小爱，你现在在哪儿？你把我女儿带到哪儿去了？去！我草草挂断了电话，直接把他号码拉黑了。我赶回去的时候，暖暖还在睡着，而旁边的大姐一手护着她怕掉下来，一边撑在小桌板上休息。看我回去，她道：一个人带着孩子辛苦了，怎么了？跟家里吵架了？我强颜欢笑：是啊，有点小矛盾，我正好回娘家。大姐叹了口气：哎，你们这种远嫁的就是不容易，我女儿也是远嫁。聊了几句，大姐就打起了哈欠，我也自觉地抱起暖暖，扭向窗外，看着疾驰倒退的树影，陷入了沉思。其实跟许林的矛盾远不止这点，也不是我小题大做，因为比以我，他很少跟我们来往，这我也都忍了。毕竟跟我过日子的又不是他。那年我生暖暖前，医生让准备点增强体力的食物，比如牛奶、巧克力、肉类、功能饮料之类的东西。我那会儿嘴刁，只能吃得下我家楼下卖的宫保鸡丁盖饭，其他的进嘴就想吐。许哲开车跑回去给我打包了饭，顺路又买了点士力架和红牛来，给我存着补充体力用。待产等开指时，我已经有点泄力了，想起宫保鸡丁更是满嘴的口水，给许哲发信息，想吃点保温桶里的饭。可许哲发了个哭泣的表情，告诉我他买的饭放在病床上，让许林吃了个干净。我震惊极了，你没跟他说那是我补充体力的东西吗？许哲说，我就给你准备产褥垫打水的功夫，他竟吃了一半，还把里面的鸡丁和花生米都挑了。我看了，就剩大半米和其他的菜了。我是真没拦住，要不你凑合吃点吧。我气乐了，许哲，你怎么想的呀？我给你生孩子，你让我吃你妹的剩饭。我又气又疼，只能让他送来红牛和士力架勉强补充。可刚一入口就反胃，
都吐了出来，液体顺着嘴流下去，勉强被迫咽下。俗话说，坐月子之仇，不共戴天。要我说，这生产前也一样。开指送入产房前，除了疼，我满脑子都是对许林的恨。孩子满月后，她代表婆婆来看我，进门以后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嫂子，我听说你不喝红牛啊？我哥怎么说你生孩子的时候还是喝了？”果然啊，人的潜力是无限的。我不知道他是真傻还是装傻。我本就记恨他吃了我的东西，现在又刺激我，当下也没给他什么好脸色。没坐10分钟，他在屋里溜达了一圈，上了个厕所就离开了。我扯掉了他摸过的床垫，扔给许哲，说我的家不欢迎他。果然，许林后来好久没登门，一转眼，暖暖醒了。他看着车窗外倒退的风景，伸出小手想抓着什么，我怕他打扰到别人，耐心地陪着他玩，一会儿伺候他吃东西喝水，一会领他上厕所洗手，忙得不亦乐乎。眨眼间就到站了，我给暖暖穿戴整齐，踏上了回家的路。等我们坐上大巴准备回去，已经是晚上10点了。天气虽然不怎么冷，但夜深路重，我把衣服脱下裹住暖暖，自己被寒露弄得打了好几个喷嚏。大巴颠簸，暖暖一边维持着自己小身子的平衡，一边试图脱下衣服。妈妈冷，暖暖不冷。我的眼泪夺眶而出，连孩子都知道问我冷不冷。可许哲打电话的时候丝毫没关心，问我怎么样了，那语气充满了质问，有的只是给妹妹打抱不平和对我的怨怼。果然，一家人永远都是一家人。没一会儿，我们就回到了村里。村里睡得早，小2楼上爸妈卧室的灯早就灭了。我伸进包里掏了半天钥匙才捅开门，抱着暖暖一起陷进了沙发里。噔噔2声，我爸披着衣服探出了头：“谁呀？”听到熟悉的声音，我开口：“爸，我和暖暖回来了。”我把事情原本一说，给我爸妈气坏了。他们一边恨铁不成钢地道：“你呀，我当初是不是说过不要嫁给他？现在好了，受委屈了，还得一个人坐车跑回来。”一边接过暖暖，我妈哄着她入睡。暖暖累了，很快就睡着了。我妈能见到我们，自然高兴。可我们是这么灰头土脸回来的。她压着怒气：“暖暖没事吧？你这小姑子和婆婆是一个鼻孔出气的。”许哲也没什么主意：“我看啊，你这日子是过不下去了。以前因为咱家的活计就净给你眼色看，你现在动了手，以后还不知道要怎么难为你呢。”我点了点头，定定的出神：“妈，我决定了，我离定了，暖暖的抚养权也是我的。”我爸坐在旁边一直抽烟，突然叹了口气：“都是爸没本事，没有个好的工作，不愿人家嫌弃咱。爸对不起你和暖暖啊。”去！我拉住他的手：“爸，我从来没觉得咱家干的是啥不光彩的事儿。养鸡怎么了？那也是自己双手一下下干出来的活，挣出来的钱。而且从小到大，你们没缺过我什么。我混到今天这个地步，也只能怪自己。以后我跟暖暖孝敬你们，我一个人也能过好自己的日子。”那晚，我们一家3口久违地聊了个通宵，最后聊出来的结果就是婚照离，离婚协议我妈明早就给我打出来寄走。第2天一大早，我妈通红着眼给我拟了协议，我看过了，非常公平，因为有暖暖的存在，属于我们婚内的财产4-6开，我6，许哲4，婚前财产各拿各的，我不贪他1分钱。当然，除了月薪1万和手里的那辆 Smart， 他也没什么好值得我贪的。而这些，只要我想要，我爸会统统为我拿下。
签过字以后，我把协议寄回了家。我拒绝接他家里打来的所有电话，就像人间蒸发了似的，杳无音讯。但我忘了寄出去的信件上写了发货地址。很快，许哲带着许林追来了。我家门被敲响时，我正带着暖暖在小2层的阁楼里玩。远远地从楼上看到门外站着的2个身影，可不就是我那倒霉老公和便宜小姑子吗？暖暖自己搭积木，我去给他们开了门。开门的一瞬间，许林眼睛都瞪大了。嫂子，你从来没说过，你家竟然住的是这种房子啊？是啊，从谈恋爱到现在，许哲一直嫌麻烦，不愿意千里奔波来我家。我爸妈也为了迁就我们主动去那边，他们怎么有机会看到我家的房子？我靠在门边，你们来有事吗？许哲压下眼里的惊艳，可怜巴巴的试图拉我袖子。我错了。不，许林也知道他错了。你还真要为了他跟我离婚啊？你就算不想我，也考虑考虑孩子吧。暖暖怎么能没爸爸呢？我们这都是小事儿。我冷哼一声，躲开了他。小事吗？在我眼里，这些事从来不是小事，每件小事都是积成泉的水滴。许林虽然脸色不太好，但还是压了下来。嫂子，我真错了，是我没摆清自己的身份，但我不是真有意欺负暖，让你下不来台的。我那天就是心情不太好，心情不好就能在我家撒气了。知道的是我家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寄人篱下呢。我们在门口僵持的时候，许哲屁股一顶挤开我，冲里面喊道：暖暖，爸爸来了。暖暖什么都不明白，只听到爸爸的声音，3两步就要从阁楼上翻下来。而我家阁楼只有一扇落地纱窗，他伸手一推就能开。我一回头就看到暖暖推开了纱窗，手脚并用的准备翻下来，脸都吓白了。许哲也吓坏了，呆呆地站在原地，手足无措。等等，爸爸上去找你。暖暖，别动，妈妈去接你。暖暖着急见许哲，对我们的话置若罔闻，眼看身子就要直接从阁楼翻下来了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高耸的身影挤开我们，冲到了楼下，徒手接住了翻下来的暖暖。暖暖从高空坠落，吓坏了，躲在人家怀里止不住的哭。我被这一切冲击得没缓过神来，心脏突突直跳，直到看到暖暖平安无事，才放下心来。如果他当着我的面真出了什么事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心安的。我接过暖暖，抽噎着冲眼前这个巨人道谢：谢谢你。你是？身高1.9米的男人弯下腰，将孩子递给我，狐疑地看着我。你忘了啊？我抬头看他，记忆里的脸慢慢跟他重叠了起来。你是？黑子，你啥时候长这么高了？他点点头，脸上带一抹羞赧。小爱姐，我听说你回来了，就想来看看你，可不能让孩子再上阁楼了。他边说边揉着胳膊。我知道，一个孩子的冲击力怎么不得几十斤，这样砸下来，也幸亏他常年干活，身体结实，才没受什么伤害。我感激地看着他，你真是帮了姐大忙。暖暖可是我的命根子，姐太谢谢你了。这孩子算是从小跟我一起玩大的，比我小6、7岁，是村常家的孩子。听我爸昨天说，他现在在厂里负责工厂流水线上的活，大小也算个管事儿的。黑子挠挠头说，那话咱都一家人。许哲挤了进来，插在我们中间。谢谢你啊，兄弟，感谢你救了我女儿。怎么，听说你还是我老婆的弟弟？看得出来，他对黑子的出现存在一定的敌意。黑子一眼都没看他，事儿我都听婶子说了，既然姐你没空，
我就改天再来陪你。说完，黑子头也没回的撞开许哲就走了。许哲一边揉着肩膀，一边嘀咕：哪儿来的大老粗，一点规矩都不懂。迟迟插不上话的许林也开口附和：是啊，嫂子，你怎么认识这种人啊？还是别让他接触暖暖了，我怕暖暖学坏。我一手护着抽泣的暖暖，一边冷眼看着他们。就是你口里的大老粗救了坠楼的暖暖，你是当爹的，那会儿你在干嘛？呆呆的在原地求救，你在指望谁？黑子是我干弟弟，不用你们看得起，也不用你们喜欢，你们不请自来，还是暖暖坠楼的罪魁祸首。现在立刻给我滚蛋！许林脸色一变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我和我哥还不是为了你好，你俩要离就离，说得轻松。暖暖怎么办？他没爹能行吗？我淡淡看了眼他，你和许哲没爹就行，暖暖没爹就不行。他一噎，眼睛通红的看向许哲，哥，你听听他说的话，我都道歉了，还让我怎么做？要不是你答应哄他回去以后把那个 LV 的包给我，鬼才跟你来这鸟不拉屎的地方。许哲脸色也变了，闭嘴！送包！原来许林来道歉是另有目的呀！我就说他怎么会这么好心？那包可是我攒了3个月的钱才买的。许哲说送人就送人了，我气上心头，指着许哲怒骂：你还是个男人吗？你身边的几个女人之间产生矛盾，你就是用这种方式调和的，我能看上你真是瞎眼了。许哲也皱起了眉头，我们都来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？没完了是吧？你非要离是吗？我点头，一点不吃他这套。许哲逼近我，一把攥住了我指着他的手，捏住了我手腕。金小爱，我问你一句，你是不是非要离？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？我看刚才那个什么黑子就很可疑，名字像条狗似的。我呸地吐了他一口，把你嘴放干净点，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们一家人那么无耻。他气急了，准备动手，门外传来我爸的声音：你打一个试试。气氛突然凝固，许哲松开我，回过身去陪着笑：爸回来了。我怎么可能打小爱？我是想给他撩撩头发。我赶紧抱着暖暖躲回里屋。我明白刚才的他是真的想动手，如果不是我爸赶了回来。我爸吸了口烟：你和你妹妹跑到我家欺负我女儿，是人能做出来的事儿吗？许哲佝偻着腰：女婿不敢，不敢。我爸目不斜视走进了屋。我看出来了，你跟小爱的缘分也就到这里了，抽空把字签了。暖暖年纪太小，不会判给你，你也领不走。早点跟我家断了这份孽缘，是我们高攀不上你们许家。我爸出场，许哲和许林吓得屁也不敢放一个，哪有刚才跟我对话时的嚣张跋扈模样？许哲都快跪下了：爸，这事儿真是我们不对，可我们已经知道错了，以后再也不会欺负暖暖，欺负小爱了。你就看在暖暖还姓许的份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他对了对许林，许林陪着笑：是啊，叔叔，这是我不对，嫂子已经打骂我了，行，把责任都推我头上了。我爸冷哼一声：打骂你？那你打骂我外孙女欺负我女儿的事儿怎么算？许林不敢说话了。2个人在我爸面前夹起尾巴，现在才学会怎么做人。谈判没成功，我家一口咬死离婚。许哲和许林只能是怎么来的怎么回去。临走时，我通知他，1个月后你要是再不签字协议离婚，我只能起诉你了。还得多亏你刚才说的话，离婚以后我就给暖暖改名字。放心，她就算将来长大了，结婚生子，在以后生老病死，都不会是你家的人。许哲咬牙切齿地看着我，无话可说，
只能带着许林灰溜溜地离开。不知他们回去商量了什么。总之半个月后，许哲就把签完字弄得无比褶皱的协议寄了回来。他同意了上面所有的条款，包括放弃争夺暖暖的抚养权。我们都心知肚明，比起跟着他，跟着我家才对暖暖是最有益的。我们约定好了时间去领离婚证，但离婚前我还得回去看看，清点一下我的个人财产，把它们尽数拿回来，不能白白便宜了别人。我把暖暖放在家里，让我妈看着。我孤身一人又回了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家，家里还是维持着我走那天的原样，除了那些残渣剩饭烂碗筷早就收拾完扔掉了，没有了我和暖暖，家里一片死气沉沉的样子。而许哲也请了长假，每天在家胡子拉碴的待着，掀不起什么风浪。见我回去，他噌的一下站了起来。你回来了。我点了点头，径直走向卧室。我可没忘被许林惦记的那个包，我要看看我那些值钱的和不值钱的东西到底还在不在。见我打开了衣柜，翻出了首饰盒，许哲脸色猛地一变。金小爱，你一回来就整这出，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琳琳？我们是要离婚了不假，可你不能这样质疑我的人品吧？我们在一起这么久，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样子吗？我郑重其事地看着他，点了点头。说实话，我们在一起这么久，我还真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子。你能为了让许林给我道歉，答应把我最贵的包送给他，擅自处理我的东西，也没有什么事是你做不出来的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许哲这么抵触我查自己的东西，一定有鬼。我绕过他，无视他充满戒备的目光。我又将自己的衣柜一件件拿出来清点清楚，包括贵重一些的化妆品、口红、包包和金首饰。这不盘点不要紧，一清点，我走了的这20-30天，我的东西竟然凭空少了许多。算来算去，仅我记着的就丢了一个 Coach， 一个 LV， 个迪奥，还有些几百块钱的化妆品和口红。最关键的是，我首饰盒里结婚时候买的5金都不见了，加起来足有几万。我双眼发红，死死盯着许哲。这就是你不愿意离婚的诚意。我说呢，你阻止我看这些东西，意料外的。许哲也瞪大了眼睛。你的金首饰呢？这我可真不知道。说实话，我就给了许林一个 LV， 几个你不用的口红，其他的我真不知道。为了博取我的信任，他不惜拿断子绝孙发毒誓，还掏出手机要报警。老婆，小爱，我们报警吧。看他的样子，的确不知情，不然不能这么向着我。我摁了他等待接听的电话，抬头看向他。你妹后来有没有单独来过了？许哲耸了耸肩。就算他来，我也真不知道。我前段时间可都在上班。你的意思是，这是许林自己拿的？我好心提醒他，确切来说，这不叫拿，叫偷。许哲脸色变了变，报警也要讲究证据的。你不能因为跟他关系不好。我笑了，指着首饰盒里确实的5样金首饰的空缺道：许哲，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呀？怎么你们兄妹俩的智商都一点没遗传你妈呀？你不觉得我丢的这些东西有个共同点吗？许哲茫然看我。啊？我翻了个白眼。我丢的可是咱俩结婚时买的5金。5金你明白吗？这可是用你妈的钱买的。你妈多聪明啊，沾上毛笔猴都精。她能白白看着我带走这些属于你家的东西，让你妹来偷包的时候顺带带走这些，不难吧？许哲摇了摇头，不可能，我妈怎么可能在乎这些东西？我耸耸肩，是不在乎，但是人家也一定不想白白便宜了我。
不然，我盒子里还有其他东西，怎么不见丢呢？我妈送我的奥宝项链，我自己旅游买的翡翠，还有我闺蜜送我的金手镯，哪个不比那轻如鸿毛的耳环戒指贵？许哲张了张嘴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最后满脸通红，难以置信地说了句：“那你报警吧。”我点了点头，警我当然要报。我打了电话报了警，说遭到了入室抢劫，而且我有了合理怀疑的对象，警察也保证会马上出警。很快，我带着几个警察乌泱泱冲去了婆婆家。我家跟婆婆家仅有半个小时的路程，到的时候，许林正穿着睡裙躺着看电视，而婆婆一片岁月静好的样子，在给她切水果。看来真是个从小宠到大的小公主。见我们去了，婆婆当即神情大怒：“金小爱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跟我儿子都离婚了，还报警来闹？有你这么做儿媳妇的吗？你不气死我不甘心啊！”我摇摇头，我看是你不气死我不甘心。妈，不，王女士，我家遭贼了。我现在有合理理由怀疑是你和你女儿干的，你们拿没拿？找找就知道了。许林当下跳下了沙发：“太过分了吧你，欺负人欺负到家里来了。”我好笑地看着他，不觉得这话很耳熟吗？你不也是这么干的吗？他一噎：“总之，搜房你想也别想。我说没偷就是没偷，我们凭什么陷入你的自证陷阱？你说我们偷了，那就拿出偷东西的证据来。”没想到啊，几天不见她聪明了很多，看婆婆的神情，这大抵也都是她教的。我点点头，证据自然有。我背着许哲安了摄像头，你也不知道吧？你想不想看看视频里你是怎么进去偷东西的？我当然是100%怀疑他，不然也不会想出用这种方法诈他。许林面色一白：“我怎么没看到？”这话一出，婆婆和许哲都变了脸色，他们怎么不明白许林的话代表了什么意思？许哲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妈和妹妹：“你们竟然真的去了我家？”婆婆看撕破脸了，也不装了：“是我让琳琳去的。怎么了？花我钱买的5金，我还不能拿回来了？你既然离婚了，就不是我们许家的人，少在我面前指手画脚的。”婆婆越说越来劲：“我就是让人拿了怎么着？你有本事打死我呀！来，往这儿打！”说着，她还试图卯头撞向我，被许哲一把拦了回去。“妈！”婆婆冷哼一声，斜着眼看我。我好心的嘱咐几个警察：“您都听到了吧？他们已经承认了，既然已经立案了，嫌疑人也找到了，这个怎么判呢？”为首的点点头：“行，那就都先回局里吧。”婆婆吓得连连后退，哪还有刚开始的猖狂？立案？我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，怎么能叫偷呢？警察好心的给他解释：“是这样啊，老太太，您说这钱是您的，但你有什么证据吗？无论是从发票还是监控里看，都是这2位自己去买的。发票和物品所有者也都是这位女士的名字。你们配合一下，你跟这个年轻的女士涉嫌一起入室盗窃案，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”许林也吓白了脸：“我没有偷东西，我只是想借回来用用，他的东西我都留着，我还，现在就还。”我双手环胸，摇了摇头。假如一个小偷说：“我偷了你的钱包，是想借你钱用用，我现在还你，他就不是小偷了吗？”许林，你都这么大了，怎么连这种事都搞不清楚啊？被警察公然带走。婆婆和许林算是在小区里出了名，走在队尾。许哲求我，就算是我妈和我妹干的，你能不能放过他们呢？毕竟也是暖暖的奶奶和小姑，我以后一定离你们的生活远远的。
我叹了口气，等派出所先调查吧。如果暖暖长大后知道她的奶奶和姑姑是这种人，恐怕也不会好受的。许哲抿了抿嘴，没说话，只是松开了我的衣袖。我知道，除了那本红色的证件外，这事一出，我们也已然再也回不去了。虽然人证物证都在，他俩的结局已定，但因为我的撤诉，他俩也只是被短暂的拘了几天就放了出来，免除了牢狱之灾。在警察的监督下，他们把赃物全都还给了我。那些他们费尽千辛万苦偷来的东西，最终还是又回到了我手里。2个法盲，你说这又是何必呢？拘留完被放出来的时候，我见到了他们2个人，经过那几天的折磨，仿佛掉了层皮。想来也是，在那里面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着，无时无刻不再担心着自己的命运，生怕我真的起诉了他们。2个人看起来一下老了10岁，脸上尽是疲惫。许林手上的美甲也被他啃咬得七七八八，指缝里脏的全是泥巴。知道是我撤诉了，许林低下了头，再没跟我对视过。自从这事儿以后，我再也没听过许林和婆婆的消息。2个人仿佛在我的生活里人间蒸发了似的。没过几天，我们彻底离婚了。看着手里的离婚证，我突然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。离开家这么多天，我也准备赶紧回去看暖暖了。我妈说了，等再过2年暖暖上学前班和小学的时候，他们就在城里买套房子，我们全家搬过来，村里的厂子交给黑子看，知根知底的都放心。我带上离婚证和其他证明，当即去派出所给暖暖改了名字。从今以后，她不再叫许旭暖，而是金旭暖。她将永远是我家的小太阳。我相信，我们以后的日子也会越来越暖。手机铃声再度响起，是许哲打的，我果断摁掉。紧接着，他发来了条单薄的消息：对不起，我爱你。真搞笑，以为自己拍韩剧呢。我摁灭了手机，扭头看向车窗外，阳光洒下来，那是水晶般一尘不染的天空，湛蓝无比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